喝酒后失手打死一个孩子会被判处什么样的刑罚？孩子父母本以为此人会被判处死刑，可法官却因他是醉酒犯案，竟直接当场将其释放。任由父亲撕心裂肺的呼喊，最终也无济于事。可就在2天前，有人在进驻工地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而这名死者就是醉酒打死孩子的大刚。不过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把车钥匙，钥匙的主人就是孩子的父亲宇哥。经过警方的盘问，宇哥称自己也是在醉酒后失手用铁棍将大刚打死。画面一转，狱中的宇哥本次被分配的律师竟是法律界嘎嘎权威的女王飞英里，也就是柯南的丈母娘。但是任由英里怎么询问，宇哥从始至终都不肯说出当晚的任何细节，一口咬定就是自己杀了大刚。无奈几人只能来到宇哥妻子的餐馆，看能否获取什么有用的情报。突然大叔推门进来，原来大叔是这儿的常客，倒也不是因为菜多好看，主要是老板娘好吃。大叔看到自己老婆在这儿，于是转头便跑了。眼见此景，英里认为或许大叔是本案的突破点，于是直接来到了侦探事务所。我喝点啤酒，让不让说话？よし。そんなことより、あなたに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けど。在英里一番询问后得知，大叔果然在案发当晚去过餐馆，并且在出门接电话时碰到了老板娘的丈夫宇哥。从那之后，宇哥便一直在店里待着。因为大叔是被人叫醒接的电话，所以很清楚的记得当时是晚上9点半。然而经警方鉴定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却是在晚上10点左右，也就是说宇哥并没有时间去杀害大刚。接下来只需要大叔开庭时作证，那么便可以洗清宇哥杀人的嫌疑了。但令飞英里没想到的是，开庭当天大叔竟直接叛变，出现在了检察官一方，指证宇哥就是凶手，当庭决战飞英里。柯南的岳父岳母关系有多好，好到头一天晚上还在商讨两人如何联手打赢官司。第二天大叔就直接当场叛变，携手提防美女检察官暴锤自己老婆。ただしこの人の話が当てになればだけど。なんだ、まだ俺の話疑ってんのか？当たり前じゃないの。あなたその時お酒飲んでたんでしょ？何よ！此时法庭上的敌对检方9条女士道出了实情，原来在开庭前两人曾有过一番谈话。在凶案发生的当晚，大叔的衣服是挂在门口的衣架上的，也就是说，完全有可能是老板娘拿了大叔衣服中的手机，提前修改了手机时间，为的就是要让大叔记错当时的时间。在丈夫将仇人杀害后，伪造出丈夫的不在场证明。一番推论结束，老板娘竟直接承认，确实是自己为了袒护丈夫，修改了大叔的手机时间。此时初审结束，飞英里落入了下风，但她觉得这件案子还是有蹊跷，于是再次来到了狱中面见宇哥。但宇哥却称自己一辈子就活俩字儿，真实，不需要任何人给自己辩护，抓紧让自己蹲巴黎子就完事儿了。画面一转，此时的大叔竟也在积极调查这起案件，看来虽然是表面叛变，但是内心还是很想让老婆赢的。此刻柯南翻阅了大叔的笔记，发现被害人的胃部残存食物竟然有章鱼。突然柯南记起方圆几公里好像只有老板娘那家店会做章鱼料理，瞬间柯南脑袋轰的炸开。柯南懂了。转眼到了第2次开庭，大叔依旧坐在检方的证人席上。あなたが見ますに行ったのは何時頃のことですか？いつもと同じ7時半頃だ。突然，柯南一针麻醉刺入大叔脖颈，法外狂腾直接开始在法庭上整活，当场上演逆转裁判。酒场啊，他真就无法无天了，请求组织好好打压工藤的猖狂气焰。这个女人号称岛国罗翔，在遇到9条检察官前一直是法律界的不败女王，然而在遇到9条检察官后，依旧是法律界的不败女王。此刻法庭上的非女王众叛亲离，就连自己的老公也加入了敌方。但此时法外狂腾直接当着法官的面一针麻醉放倒大叔，当场逆转裁判。法官，你先往后稍稍，我来讲2句。其实案发当晚我喝多了酒，一直在睡觉，而我是睡醒去接电话时才遇到了宇哥，也就是在我睡着的这段时间，很有可能餐馆也来过其他的客人。话说回来，死者的胃中竟然会有章鱼残渣，据我所知，好像方圆几公里只有这一家会做章鱼料理。很显然，死者生前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这家餐馆。当晚老板娘看到此人后，便想到了自己被他害死的儿子，于是便把正在喝酒的丈夫支开，将其约到建筑工地杀害。哦，很幽默，很幽默。那你倒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不是2人商量好后作案的呢？很简单，如果是商量过的话，为什么宇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不在场证明呢？那犯案现场的车钥匙你又怎么解释？这应该是妻子行凶，恰巧被宇哥看到了。与其让妻子被法官问罪，不如让喝醉的自己来顶罪。运气好的话，自己也许能像杀了自己儿子的大刚一样，顺利脱罪，不被判刑。于是便在现场留下了自己的钥匙。此时宇哥冲向毛利，称就是自己杀的人，与妻子没有任何关系。然而此刻妻子却承认了罪行。行了，本来只是一个有罪，现在2个都要去蹲巴黎子了。其实原本妻子已经快从失去儿子的悲痛中走出来了，但是再次见到这个打死自己儿子的杀人犯时，此人竟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。于是妻子便起了杀心。夫妻2人因为都深爱着对方，所以在没有事先沟通的情况下，都主动为对方做了伪证。互いに可愛い合う夫婦愛は一見美しく見える。しかし
犯罪は犯罪です。本当に奥さんを愛しているのなら、きちんと罪を償った後、もう一度出直す手助けになってこそ、殿愛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。